今天我们会先搭乘杭州水上巴士1号线，到达运河天地码头，然后以此为起点，途经拱辰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小河直街，最后终点是香积寺。上一个视频发布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公说：“旁白像念课文一样，太无聊了，没有趣味性。”这次就尝试本色发声，走吧，上传说。我们搭乘的是杭州水上巴士1号线，由蒲家站始发，终点是运河天地，全程大约航行1小时，票价3块钱。今天是10月份的某一个工作日，从始发站上船基本都有座位，但是也差不多坐个七七八八了，所以在其他站点排队的话就不一定能上来，可能要多等几班。这个季节的杭州特别舒适，除了气温刚刚好，满街还飘着桂花香。在北方长大的我，没有体验过在秋季的城市里被花香包围。开始还以为是行人喷的香水，后来经过婆婆不懈的努力，几次三番的安利后，我才发现这时隐时现的香气竟来自于桂花。说到香气，桂花糕也很好吃，也是那种淡淡的飘香，不甜腻。哦，对了，还有桂花藕，叫桂花糯米藕，也是当地的名吃。你不要去买那个超市卖的预制版，正宗的很好吃，糯糯的口感，香甜可口。总之，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在秋季来一次杭州，感受感受这泼天的富贵我发现几乎路过的每一座桥下都有一些艺术设计。后来上网查过才知道，这些桥是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中外历史名人与运河杭州段的关系。传速挺快的，我勉强拍下了这些字呢，我是一个也没看清。假如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去运河的这些桥下溜达溜达。这座桥是拱辰桥，它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始建于明崇祯4年，清光绪11年的时候重建，是杭城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下的4只神兽叫公父，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的9子之一，好水，又名避水兽。修桥的时候常放于桥头或桥身，又因为其嘴大，肚子里能盛非常多的水，所以也常常作为建筑物的排水口来使用。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上最大最显眼的几个字，应该就是方回春堂了。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国药馆之一，始创于清顺治6年，距今已经370多年。
拱辰道院原名张大仙庙，张大仙本名张胜贵，湖北人，清同治年间来到拱辰桥旁居住，精通医术，劝人行善。据说在光绪年间，张道人见一妇女哭着跑到桥中央跳河自杀，他不假思索跳下桥救人，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这跳河的妇女救起了，而59岁的张道人却沉下河中。因为他这个救人的善举，光绪帝敕封其为张大真人。小河直接，地处京杭大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河交汇处，保留了一些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历史建筑。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运河沿线普通市民的生活环境。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探访遥远的古镇，那么就找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约上你的小闺蜜，2个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这里喝点奶茶，聊聊天，撸撸猫，逗逗狗，让时间在这里慢下来。香积寺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原名兴福寺，后宋真宗赐名香积寺，于2010年2月7日复建完成并开放，占地面积16000多平方米。香积寺主供大圣紧那罗王菩萨，是中国唯一供奉监斋菩萨的寺庙。紧那罗又名乐天，意为音乐天、歌神，与龙、夜叉等同属于天龙八部，他是诸天的音乐神之一。紧那罗译成中文则为疑神，这是由于他们头上长了角，似人非人，似天非天，令人疑惑不定。其中最著名的大菩萨现紧那罗王身来领导紧那罗的，即是这位大圣紧那罗王。紧那罗王有男女之分，男性长一马头，女性相貌端庄。家里大人跟我说，生活如果过得去，没事别去麻烦他们，神仙们好腾出手来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结果眼看着老公去拜文殊菩萨，请求给我加一点智慧，心里五味杂陈的。我竟然是那个有需要的人吗？加完智慧，今天的旅程就结束了。祝你发财，再见。